古语有云：人受一句话，佛受一炷香。嘴巴有富贵，福报自然来。人的一生因果循环，辗转相续，生活在这个世间，最容易犯的就是口业。都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但很多人没做坏事，还是命运坎坷。究其原因，大多是自己的嘴损了福报。一个人的口德，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今后的运势。口德就是说话的道德，不出口伤人，运势就会好。所以千万不要无意间因说话漏掉自己的福气。人世间的快乐、富贵、长寿，这些福报都是由得而生。很多人埋怨情感不好，财运欠佳，最后分析结果的原因往往出乎意料。大多数人都是因犯了口业二字，嘴巴容易伤人于无形，伤害了别人，也伤害了自己。因果报应绕一圈还会回到自己身上。生活中有些人出口就是咒人的话，这些都是损福最快的行为。舌为伤人忍，口为祸福门。嘴上修德，常言善语，才能留住吉祥。曾国藩有位弟弟叫曾国华，此人可以说是天赋异禀，亲朋好友都认为他前途无量。然而他有一个缺点，口无遮拦，这一点也是最折福报。生活中稍有不顺，他就指天骂的。虽然曾国华天分极高，文笔很好，也正因如此，他觉得不同凡人，身边的人慢慢都疏远他，不愿与他交友。曾国藩也曾多次告诫弟弟，嘴巴要留的，遇到逆缘更不要怨天尤人。他不听劝告，还是我行我素。后来在安徽三河镇的战役中，曾国华惨败，被陈玉成等人包围，落得死无全尸的悲惨下场。当然其中因素也有很多，但是为人处事的本身是由自己决定的。一言者尽半生福，嘴毒之人福气少。很多人会说恶人没有报应，其实不然，老天是公平的，之所以不惩罚恶人，是因为恶人还不够坏，所以老天没有理由降祸。当坏人恶贯满盈的时候，也就是报应降临的时候，要想改变自己的运势，就要先从修炼口德开始，而口德存在于心，都是相连的。人活一世，一定要积口德。做人最难的就是说话，祸患都是从说话带来的。一个人1年就能学会说话，但是一辈子都要学着闭嘴。说话看似简单，实则是最难的。口德好，人生才能顺。在《四分律》中记载有一个故事，古时候有一位养牛的富商，他养的一头牛很健壮，但有个缺憾，缺个牛角。有一次城内举行赛牛大赛，富商带着独角牛就去参加比赛了。比赛开始，富商大喊：我的牛特殊，独角牛定能赢。
牛听后觉得自己受到了嘲笑，就输了比赛。富商问他：你为何要故意输掉？我对你很好啊。牛很委屈，回答说：主人在人前侮辱我的丑相。富商顿然醒悟，以后每次参加比赛的，他都会喊：我的牛最棒，最有力气。牛听后充满斗志，每次都能赢得比赛。一头牛都受不了恶言，更何况人呢？吉祥经云：言谈悦人心，是为最吉祥。福祸无门，总在心。每个起心动念都会影响未来的人生。愿大众说好话，做好事，广结善缘，为自己积福报。所以说，千万不要小看语言的力量。有时候我们觉得随口的一句话，但其实却能让一个人千疮百孔。有时候我们觉得是随口的一句话，但却能让一个人振奋精神。语言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大。你如何说话，你的生活就是什么样的。当你会说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好，而你也会越来越有福气。可若是你不会说话，你会发现那些原有的福气会离你越来越远，慢慢的和你渐行渐远。你要知道，你的嘴就是你的福报，你的嘴就是你的生活。其实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幸福全在于我们自己。当我们会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好好说话的时候，我们身边的人都是开心的。他们开心的时候，这种开心会传递给我们，我们也会开心。一旦我们开心了，我们的生活就会好起来。老家有一个亲戚说话的时候，从来都不在乎他人的感受。每一次在家里说话的时候，不是诋毁他人，就是贬低他人，或者是嘲讽他人。特别是和丈夫说话的时候，总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。也是因为这样，丈夫对她很不满，对她一点都不好，甚至两人之间不是吵架就是吵架。原本很好的生活过得一地鸡毛。你的嘴就是你的生活。当你不懂得好好说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会越来越嫌弃你，越来越排斥你，而你的生活中没有幸福可言。可若是你懂得好好说话，对方会觉得很舒服。对方舒服的时候，这种舒服也会影响你的生活也会慢慢变得幸福起来。所以想要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，那么你首先要管住自己的嘴，学会做一个会说话的人。而你的嘴就是你的工作。有人说，在工作中混得好的往往是那些会说话的人。也许这些人中有的人能力一般，却得到了领导的赏识。这些人和身边的很多人能力一样，却脱颖而出。而这些人能够混得好，能够脱颖而出，全在于他们的嘴。因为他们会说话，他们懂得如何去说话。也许面对这样的人，我们是不服气的，但是不得不承认，他们的这张嘴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好处。其实在工作中，
是需要会说话的。当你和同事之间需要工作配合的时候，你如何说话很重要。当你给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，你如何说话更重要。倘若你能够好好说话，你说的话让人听着舒服自在，那么在工作中愿意和你合作的伙伴很多，欣赏你的领导更多。可若是你说出来的话是尖锐的，让人觉得不舒服的，这种时候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都不愿意和你合作，没有一个领导会赏识你，即便你的能力很好，即便你很优秀。所以这一生中，想要你的生活工作越来越好，想让你未来越来越优秀，那么我们要先管住自己的嘴，努力做一个会说话的人。3，你的嘴就是你的财富。有一个朋友，一开始的时候和我们收入一样，可是这2年他突然之间收入特别好，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。面对这样的转变，我们很震惊。有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，他说能有今天的成就，全靠自己的一张嘴。他说有一次遇见了一个朋友，对方在和自己聊天的时候，觉得自己说话让人很舒服，也很认可自己，从而在做生意的时候带着自己，而自己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跟着对方赚了很多钱，条件也越来越好了。语言是一种无形中的力量，这种力量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大。有时候我们努力去做很多事情，却发现没有那些会说话的人，最后的效果更好。有时候我们不管怎么努力都赚不到钱，甚至也没有人愿意带着我们。其实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会说话，我们说不出更好听的话，让人更舒服的话，所以别人看不到我们的好处，别人无法认识我们，也不愿意带着我们一起去做。但若是我们会说话，我们能够说出让人觉得开心舒服的话，那么效果可能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这一生中，想要你的生活越来越好，想要你的工作越来越好，想让你越来越有钱，你要做的就是管住自己的嘴，知道什么事情该说，知道什么事情不该说，去说一些让人觉得舒服自在的话。正如蔡康永所言，你越会说话，别人就越快乐，别人越快乐就会越喜欢你，别人越喜欢你，你得到的帮助就越多，你会越快乐。当我们越来越会说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越来越开心，他们开心了之后也愿意去帮助你。4，你的嘴里藏着你一生的福报。一个人会说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能够左右逢源，赢得他人的肯定和帮助。但若是一个人不会说话，你会发现那些原本喜欢他的人也会和他渐行渐远。话语看似很简单，但其实很重要。人与人之间开始让人舒服的一定是他的言语，后来让人舒服的一定是他的人品。会说话的人可以给人留下好的第一印象，更能受到别人的欢迎。朱元璋从平民当上皇帝后，很多之前的
亲朋好友都来投靠他。一天，自称是他儿时的发小的人入朝见他，发小见到他后，毕恭毕敬地对他说：“我主万岁！当年微臣随驾扫荡泸州府，打破灌州城，汤元帅在逃，拿住窦将军，红孩子当兵，多亏蔡将军。”朱元璋听完他的这番话，想起了儿时的玩闹的场景，心里非常高兴，重重地封赏了这位老朋友。消息传出去后，当年的另一个发小也去见他。那人一见到朱元璋，便大声说道：“朱重八，你可还记得我？当时我们帮人放牛，有一次我们把偷来的豆子煮来吃，还没熟，大家就抢着吃，结果罐子破了，豆子全洒了，你就从地上抓豆子吃，结果一根红草根卡在喉咙里，还是我叫你吃青菜，才把那红草根带进肚子里。”发小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边说边用手描述，让朱元璋又气又恼，最后命人将他带下去打了一顿。对同一件事，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，也让两人的结果各不相同。说话体现一个人的口德，有口德的人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正如《周易》说的：“吉人之辞寡，造人之辞多。”有福的人懂得止语，而急躁的人只懂表现自己。会说话不是油嘴滑舌，也不是阿谀奉承，而是给人恰到好处的舒服。嘴巴富贵的人说话常怀慈悲之心，人也更有福气。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有属于自己的风水的，守好了自己的风水，就能够为你自己带来相应的福报。而一个人的嘴就是最好的风水，你是什么样的嘴，就是什么样的命。然而一般人最容易犯的就是口业。一个人的命运好不好，从他有没有口德就看得出来，所以口业很重要。人一辈子缺德事不会天天做，但是缺德的话、难听的话、不正经的话可能会天天说，日积月累，福报都从这张嘴里跑光了。所以说话没口德的人这辈子也是坎坎坷坷，很凄凉的。嘴有多坏，命就有多苦。口德对任何人都是这样，许多福报都是通过嘴巴给损了。有的人说，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做呀，要知道这个口业不好，损福报是很厉害的。古人讲的言由心生，如果嘴巴一直讲不好的话，说别人是非，以及说一些诅咒的话，这样子损福报很快。不仅是说是非，哪怕说我们长辈的不好的话，这也是损福报。有些女人很喜欢抱怨丈夫，说丈夫这不好那也不好，吵起架来连对方父母、祖宗八辈都敢骂，什么难听说什么。这样造口业是很严重的，这样家境只会越来越穷，因为福报都被你骂光了。所以这个口业关一定要注意，而嘴巴要留的
不要尖酸刻薄，这样子就能留住福报。为什么嘴巴能损福报呢？要知道，福报是缘起法，是因缘和合的，也是一种能量场的体现。比如说，你去寺院做义工，你扫地的动作给你带来福报，还是擦桌子的动作给你带来福报？都不是的，是心念给你带来福报。我们发出利益众生的心，去扫地，去整理卫生，和众生结欢喜缘，怨天尤人，损福就很快。那损掉福报的，也是用心去损的，心中趋向自私，趋向抱怨，趋向嫉妒、悭贪、浪费，这时就损掉福报了。福报也是用心，然后配合行动来损的。人怨天尤人，不珍惜当下所拥有的，一直抱怨，又通过嘴巴来喋喋不休，这时损福报就很快了。3，嘴巴要说好话，心要存好心。佛经说，佛说话言辞柔软，悦可众心，使法界的众生听了佛讲话都很欢喜，都被佛的语言所摄受。这也是佛累世修行，嘴巴说爱语的原因。嘴巴要说好话，心存好心，那向宇宙就会发射出好的磁场，得到的也是好的回报。什么叫做好心？首先要知足和感恩。知足是一种成就相，一个人越修行，一定要越自足，对外在任何环境都很知足感恩，这才代表有进步。如果此时你觉得自己事事都不如意，处于人生的低谷，请扪心自问，你的嘴是否在修炼你的风水？不要做刻薄之人，刻薄就是在损害自己的福报，宽厚包容就是在修炼自己的风水。学会看淡生活中的那些争执，学会看清那些矛盾，不争都是自己给自己积的好福报。一个人的好运气、好风水、好命运都藏在你的嘴巴里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福报从口入，祸端从口出。愿你有好运，有好命，有好风水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无论你身在何方，愿我们一起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